最近你们都好好待着啊，没事别到处乱晃悠。为什么啊？今天早上我给芳华宫算了一卦，卦象上大凶。再说了，最近宫里也不太平。怎么不太平了？哎，小郡王和小郡主不是要在宫里住上一段时间吗？这还没几天呢，也不知道什么情况，那个小郡王自己啊就一屁股坐到了火盆里，那白嫩嫩的小屁股啊，烫的都已经能闻到肉香了。我说的这个大凶是指芳华宫，不是小郡王。哎，反正你们都小心一点，小心驶得万年船嘛。我看这船得沉。可是想一想，真的好奇怪啊。是啊，你说他一个小孩子，有什么好想不开的呢？就算压力大，也不至于大到那个程度啊。那小郡王没说他这样做的动机吗？打死都不开口，还真是成了皇宫里的不解之谜了。太后派人彻查此事啊，最近心情很不好，所以啊，你们都省点心，不要惹到他。对对，言之有理。你抖什么呀？懂了。你抖的桌子都已经跟着共振了。啊，我冷。冷吗？哦，不对，哎呀，我头疼。头疼你捂肚子干嘛呀？我肚子疼，我可能是吃坏东西了啊。我先走了，没事没事，不用开门了。肚子？哎呀，看吧，我说的大凶，前兆。哎呦，你怎么了？我也肚子疼。大凶，前兆。真准。大黄，你有没有大凶啊？哎，凡人，过来，快！咱们的事儿，不到迫不得已，一定要保密。妍妃跟婉婉那两个嘴啊，一个比一个大。他俩要是知道了，整个皇宫都知道了。要是太后怪罪下来，咱俩可就完了。奴才什么都没听见。福姐，什么事儿啊？蒙妃娘娘，皇上让奴才把这个交给您。哟，这皇上又送你什么好东西啦？我才不稀罕。这个都还回来了，好，很好，分手了嘛，定情信物还回来很正常。怎么都是这一句？福喜，你在这等着，我也有东西还给他。是。有什么话好好说嘛，你别糟蹋粮食啊。这可不是糟蹋，是美化。哎，干什么呢？饿了？均匀点儿。好，把这个带给皇上，这是他赐我的，现在物归原主，他一定会很欣慰的。好的，娘娘。皇上，怎么样？他说了什么？
母妃娘娘好像气炸了。生气是自然的，不生气才奇怪。哎，他拿什么给朕？悔过书吗？哎，哇，好臭啊！哎，拿走，拿走，拿走。是。什么情况？是小郡王，奴婢小郡王请安。你是看见豺狼了，还是看见虎豹了？怎么吓成这副熊样啊？我真应该找一个画师把你现在表情给画下来。大姐姐，你好厉害呀！一句话里能出现这么多动物。乖。本来这事儿没打算跟你们交代，可是长治这熊孩子都找上门来了，你们得做好被牵连的心理准备。啊，喂，你突然叫我们做心理准备，我们完全没有心理准备啊！害他做火盆的人是我们。什么？没事没事没事，离东窗事发还有一段距离呢。的确，暂时还在掌控之。你们还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啊！一口气没上来，差点驾鹤归西呀！是因为他实在是太萌了，我们俩没忍住就想逗他玩儿。但谁知道这孩子这么不经斗，把什么都当真理。就算他萌炸天了，你们也应该注意尺度啊！青出于蓝且胜于蓝精灵，外人相救。皇上已经那么聪明了，万一小郡王走的也是内涵的路线，哼，你们的好日子可就到头了。好姐妹就要一起面对，越是最困难的时候就越要团结，对不对？对。我现在不认识你们，来得及。哎呦，晚了！我不想出去。我已经在心里面想好了遗书，一会儿告诉你。万一我有个三长两短的，你记得传给我爹。哎，我这没这业务啊，我只传八卦，不传医术。看把你能的！嘿嘿，不过看在咱们这么多年的情分上呢，我7月半给你盛碗饭，清明节给你添一把土。我还得谢谢你呗。不客气啦。呀，师傅，悟空，去把门他关上，是不是大闹让人进。天宫的呀？我怎么记得我看过这个剧情？你叫谁师傅呢？叫你啊，小鬼人，你教了我，那就是我的师傅。长治，这话可千万不能乱讲，嘘，也别让别人知道我在教你功夫。那是九安下次再欺负我的时候，我帮他打赢了，他肯定会问我师从何人，我怎么说？你们也太暴力了，他还这么小，居然叫他打女人！你们太坏了！就是，长治，你师傅太不是个东西了。哎，你别乱站队啊，你跟他一伙的。长治，我教你功夫不是为了让你打久安的，是要让你强身健体，用你的气势吓倒久安以后不敢再欺负你。作为一个男子汉，
最重要的就是气势。你还想不想学了？当然了，想学就不要告诉别人是我在教你，可不可以？我不说，我已经会扎马步了。今天该学什么？哎呀，连我这个不学武功的我都知道，马步扎几次不管用，得扎好几年。你闭嘴！今天教你一套最强身健体的拳。耶，好耶！完了。来，跟我一起打拳。一个大西瓜，切两半儿，一半儿给你，一半儿给他，还有一半儿自个儿留着。陆小啊，你昨儿个教我们练那个什么太极，练的有点太急了，这今天浑身都酸，疼死我了。哎呀，成平啊！这个人啊，你们俩不是关系不好吗？怎么一起来了？因为我练了武功，他服了我。我都看见野花了，就开在冷宫的墙边。可是那里带刺的草好多呀，要怎么踩才能不被扎到呢？墙头上也有野花，可是我们的脚没有力气，爬不上去。小鬼人，你会轻功，你帮我们踩吧。其实这个采花呀，不一定全靠脚力，还要靠腰力。真的吗？哎，别听他胡说八道，那个才是你们，哎，你再胡说八道的话，早晚我会进坟墓。哎，我可不要睡神啊，我要睡水晶棺。婉婉都跟你说了，萌的阅读审美太偏门了，他推荐你的小说千万别乱看，真当你是白雪公主。你们什么时候带我和小安去采花？哎，真不好意思，打拳的时候我们都把腰给伤了。皇上可是采花界的翘楚，你去找他，他一定会带你去的。真的吗？走。你嘴上再不占个把门的，明天就会死哦。没救了。我乱说什么了？你们干嘛都这么对我？我说什么了？舅舅，你别看了，你带我们去采花吧。是，舅舅，我们要采花。哎，舅舅在忙，你们乖哈。难道真如蒙妃娘娘所说，采花这种事情不仅要靠脚力，还要靠腰力，特别难，所以舅舅也不行。哼，怎么会不行？蒙妃娘娘不是都说了吗？说舅舅是采花界的翘楚，只有他才能采到。采花界翘楚。对呀，蒙妃娘娘说的。来，把这个拿给蒙妃娘娘，让她带你们出去玩。那采花呢？采花这事，舅舅不如江湖人士这般悠闲，就让蒙妃娘娘带你们去玩。乖。想不到采的花还有那么多讲究，难道说江湖人士才有功夫采花吗？太厉害了，江湖人又会武又会采花。那不如我们去闯荡江湖吧！耶耶耶！
这就让我给你了。分手之后的诽谤，比想象中来得更晚一些。不如你先将你的偷心之术传给朕，夜里子时长级殿内，朕再将采花之术亲授于你。臭流氓！你说谁呀？没谁。那你脸红什么？这天太热了，让不让人活了？薛贵人，我们要闯荡江湖。闯江湖？为什么要闯江湖啊？长治都跟我说了，你教他武功，江湖上的人都会武功。以前我不敢去，是怕没人保护我。现在长治会武功啦，我俩就可以去闯荡江湖啦。会扎个马步、打个拳就是会武功了？你们想的也太简单了吧？我不管，要是不带我们去闯荡江湖，我们就检举揭发你们。他们早判了。早判？就是判你期提前啊！都怪你，好好的非要勾引他学武功。这下好了，这俩孩子现在都向我江湖，气得我快要早更了。早更？就是更年期提前啊！那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？随机应变。九安呢，要闯荡江湖之前呢，先要调查一番，好好了解一下江湖，不然你们什么都不知道就稀里糊涂去了，别人会笑话你们的。怎么调查？随机调查。宫里面呢有不少了解江湖的人，可以让萧贵人带你们去啊。我们走吧。哎，萌妃娘娘不去吗？哦，来呀来呀！我还有事儿，你们先去啊。走了。跑步走，治不了你们！哎，等等，把我们的歌给我唱起来，展现出我们的雄姿。老子吃火锅，你吃火锅底料，对你笑呵呵，因为我。哎，萌妃娘娘。哎呀，他们也太不听话了，让他们唱歌他们都不唱。这人心散了，队伍就不好带了。一个个破锣嗓子，唱了还扰民呢。哎，对了，娘娘，你找我有什么事吗？江湖？他们说你是江湖人，江湖什么样？不，我只是一个前江湖人士。这任何东西啊，加了一个“钱”字儿就不值钱了。为什么你要离开江湖？唉，往事如烟不可追，一追一脸灰。江湖不好吗？要是好，我能在这儿吗？在江湖里面，成天就是打打杀杀，要是每天不进点血啊，连打下门就浑身都不自在。那是侠妓，惩凶除恶，我知道的。那你肯定不知道的是，在江湖里，所有的罪都是不经过审判，信义大于法治，恩怨大于是非。觉得别人邪恶，就直接开打开杀，挖别人的双眼，砍别人的手指，断别人的手臂，滥用私刑没有人管。杀人反而还得到崇拜，千秋万代，一统江湖。记得当时我在饭店点了一碗甜豆花，就被当时同样在那吃咸豆花的大侠产生了分歧。结果事情越闹越大，我被莫名其妙卷入一场江湖的纷争。从那之后，我被刑罚的大侠追杀了3年，我连睡觉都不敢脱衣服，生怕被别人追上。真是把人往绝路上逼呀！怎么会这样呢？有的时候，我不禁仰望天空，到底是我疯了，还是这个世界疯了？是这个江湖容不下我，还是我不适合这个江湖？你们还要听吗？我还知道关于一场肉宗派和蛋黄宗派的厮杀，那个场面叫一个血腥啊！当时那个肉宗派和蛋黄宗派，别说了，太血腥了，少儿不宜。我们走。
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哎，乖。你千万不去江湖啊，会砍人手指的。听到了吗？这就是立场不同就要互砍的江湖。还去江湖吗？宝渠，你真是太厉害了！我对你的崇拜，这些牛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，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。宝渠，你都可以去说书了。哈哈哈！哎呀，这么说，他们人待在宫中，却倾情于江湖。一定要打消他们向往江湖的心。哎呀，可这孩子的心呐，你一打消，就不好再长了呀。长歪了，你给赔，你赔得起吗你？好，我打还不行吗？哎，人来了，好好表现。又是一硬活。江湖好不好？当然是不好。为什么？你们是不知道啊！这江湖上，但凡医术高超的大夫都不愿意救人，这是江湖上默认的惯例。所以啊，一入江湖，那死亡率是步步攀升啊，18匹马都拉不回来。怎么能没有医德呢？我不信。这常言道啊，人在江湖飘，哪能不挨刀？这江湖上断胳膊断腿的那是有的是啊。所有的大侠呢，都行走于江湖，他们呢没有事情做，没有钱赚，你说他们又没钱，还得去找大夫治病，你说哪个大夫愿意给他们治，对不对？救人最重要啊！最重要那是，可那大夫也长着嘴啊，也得吃饭呢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先不说吃饭的事啊，我们先说，但凡有一个大夫说他把救死扶伤放在第一位了啊，他救了一个没有钱的大侠，你们猜，结果会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江湖啊，江湖是什么？这四处漂泊的全是大侠呀，没有不透风的墙啊！不是，但凡他救了一个没钱的侠士，那完了，那所有缺胳膊断腿、快嗝屁的大侠全来了，这会儿他怎么办？那还了得吗？他不救，那完蛋了，那大侠都会真功夫，咔就砍头啊！所以说呀，哎呀，我现在呀，一听到江湖上哪位大侠有嗝屁，我就感慨，我就庆幸啊，我身在皇宫，这是多么温馨的岗位哦！你们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啊！你们都有免费的医保，那比那帮大侠呀，那不知道高了多少倍啊！此处应该有掌声吗？好。听到了吧？这就是穷困潦倒、没有医保的江湖。走了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你怎么让我骗人呢？这江湖多好呀！好什么好啊？其实我从小就喜欢江湖，这奈何我身手有限，只能写豆腐块，给《江湖日报》投稿，这才跟江湖扯上那么一丢丢的关系。行，那你就继续跟他们吹江湖的好，然后你一手领一个，带他们闯荡去吧。要是皇上追究起来，不就是你掉脑袋，宫里换换史官的事儿吗？简单。啊，掉脑袋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该怎么说了。放聪明一点，你行的。郡王、郡主，我能做吗？少喝点，等长大了再喝。是这样，这个对于江湖呢，我真是能一笔千里，一言难尽啊。我有一位兄台，他就是《江湖日报》的特约撰稿人，写的一手好文章。可是偏偏大侠们都不满意。哎呀，大侠们一个劲儿寄臭豆腐到报社，哎呀，害得那报社那个臭啊，一连几天都没人敢去。不满意是因为他写的不好吧？写的可好了呢。只是这江湖之大，门派众多，盘根错节，
就这么说吧。有人说你的敌人好，你愿意吗？对呀，所以说他就在想，你说他能夸人吗？不能，是吧？一夸别人呢，别人的对手就来打他；那他要是骂别人呢，哎，别人的本家就来锤他。哎呀，这些大侠的世界是最难搞定的。你说，哎呀，写个纪实报道吧，人家说他没有态度；写个评论文章吧，哎，人家说他左右舆论。他后来想了想，我写小说吧，哎，人家说他映射江湖，还放火蝎子要咬他，还悬赏要砍掉他的右手，没几天他右手就没了。哎呀，虽然这些都是我亲眼所见，但是现在想想，还是可怕的很呐。这些大侠怎么这样欺负人呢？对呀，这欺负的我这位兄台呀，现在写东西都没有灵感了。那他还能写吗？他是左撇子，他右手没了还能写，只是说现在不敢轻易露头，这写文章都是匿名写的。听见了吗？嗯，这就是血雨腥风，把人逼得都要逆了名的江湖。我不想闯荡江湖了，我也是。解决了，妥了！哎呀，太好了，我们终于把灾难扼杀在源头了。辛苦你来回跑了啊！哎呀，我没事儿，这太好了，这事儿解决了，以后不会再出乱子了。王菲姐姐，哎，王菲姐姐，看了你借给我的这本武侠呀，我也想学武功，我也想去闯江湖，江湖简直是太神奇了。他不是看不见我吗？难道我一不小心参透了什么隐身术？你能看见我吗？停！这里面装的是什么呀？是我，呀，原来是苏姑娘，您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我奉太后的旨意，替她出宫置办点东西。车上就我一个人，难道还要检查吗？哎，不用不用，来，请。哎，为什么不查呀？笨死你得了！谁不知道苏软是太后跟前的大红人，而且她还和皇上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桃色新闻，惹不起呀！万一哪天她真的成了娘娘呢？啊？哦，这么回事啊！笨死了！哇，人好多，外面好好玩啦！行了，你的任务完成了。早知道你的嘴巴很严，应该是不会告诉别人是我带你出来玩的吧？既然不会说就别说，你回去吧。妹妹，我们走，我们上那儿。哥哥，你看那个，我想要那个，一会儿你给我买一个。行，哥哥，待会儿给你买。我喜欢粉色的。嗯。哎，你看那边有鸭子，还有鸡呢。嘎嘎。行行好，给点钱吧。哥，满大街都是要饭的，你还都要救济啊？我们是出来玩的，又不是来做慈善。可是看他的样子好可怜，头发都快岔了。你干什么？再不放手我就叫啦！叫啊，叫破喉咙。可能管点数，但是啊，你将会错过人生唯一一次登上巅峰、叱咤武林的机会呀！啊，
你什么意思？哎，老朽我天生慧眼，看得出。有慧眼怎么还沦落至此？哎，这怎么能叫沦落呢？这是上天对我的考验呀！小仙升天，还得遭遇雷劫呢。孙悟空护着唐僧去西天取经，还要遭受9981难呢。就连越王勾践，哎，都会卧薪尝胆呀。你们觉得，我还适合用“沦落”这个词儿吗？他说的好像有点道理。对不起，我不应该伤你自尊，用钱侮辱你。这种侮辱不妨多来些啊！伤自尊也是一种考验。你刚才说的登上天峰，叱咤武林是什么意思呀？难道没有人告诉过您？告诉我什么？闭门辰呀，老朽为你摸骨看脉，发觉你根骨奇葩呀，经脉异于常人。纵横江湖那么多年，老朽从来没有遇到过像你这么出色的好苗子呀！马上就要开始的3年1次的武林大会啊，非你不可！别扯了，他根本就不会武功。会不会武功根本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这身资质。老朽啊，只要对你稍加点拨，往这武林赛台上一站，你就是这个。原来我从小佛法好动是有根据的，是因为我异于常人，根骨奇葩，也就是说我天生就是江湖中人。就是这样。你是不是经常梦见你纵横江湖，叱咤武林啊？是啊是啊。嘿，你的机会来了，老朽呀，马上跟你们启程啊，咱们即刻就走。可是我们还没有收拾东西。不用收拾东西，食宿全包，报名费都不用你掏。别冲动，我们再回去想一想。帮主，我们为什么非要骗那个小姑娘？拿人钱财替人消灾，咱们的任务就是拐走他们呀。人找到了吗？启禀皇上，找到了。当时他们在宫外玩得正嗨呢。戒备那么森严，是怎么溜出去的？他们有交代吗？他们什么都不肯说。好吧，你退下吧。是。皇上，小人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，就算不当讲，小人也还是要讲。长治跟九安啊，经常出入芳华宫，受到蒙妃的蛊惑，天天想往宫外跑。虽然这件事啊，表面没有说是谁带出去的，但是肯定跟蒙妃脱不了干系啊。无凭无据，不许乱说。皇上，你想想，这宫里谁能比蒙妃鬼点子更多、思路更阔的？所以啊，怂恿他们出宫的一定是蒙妃，没错。好了，你先回太后那里歇息吧。这件事情，朕自有分寸。是。来，快，来！娘娘们，啊，怎么还能把人绑起来呢？太残忍了吧！你这大老爷们怎么欺负小孩啊？暴君，你是不是不想混了？这可是郡主跟郡王，赶快送吧。不能松，一松就跑，跟脱了缰的野马一样，还会撂蹶子踢人。幸亏啊，我昨晚发现了及时，要不然现在估计都到猫耳山了。别争了，我这绑的可是狗熊扣，连狗熊都挣不开，何况你俩？你才是狗熊呢！大狗熊，再说一遍，放开！哟，放开，说1800遍也没有用。不过娘娘们请放心，我也是奉皇上之命办事。不过娘娘们可得小心啊，这两个小家伙会咬人。我那手下小木，皮糙肉厚，屁股蛋子都快被他咬穿了。小宝贝儿啊，记住了啊，以后啊不许咬别人的屁股蛋，多埋汰呀，是不是？知道了，我们会换地方咬的。你看，这不挺乖的吗？乖什么呀？皇上说了，这两叛逆儿童啊，就不能用正常方式来管教。这不，他们跟芳华宫走得比较近，那就给芳华宫来管理好了。
我们哪管教得了啊？就是啊，我们又没有管孩子的经验。没关系，这一不听话，曲斌娘娘可以哄一哄；这再不听话，文妃娘娘给他们讲点道理。若要是还不听话的话，那就萧夫人可以动手制服熊孩子啊，不打不成器。你怎么不自己揍啊？危险系数这么高的事情，凭什么我来做？我这不是还有正事要做吗？我得抓刺客。哪有什么刺客？宫里已经太平很久了。这个抓刺客不是常态，防范才是日常。这个抓刺客就好比抗洪一样，分分钟都不能马虎。我是现在没时间，我要是有时间的话，这样的好事能便宜得了你们？那万一都不管用呢？要是都不管用的话，就只有劳烦严妃娘娘上你的行刑器具。新发明的行刑器具不还找不到实验者？喏，就他们俩了。对付2个孩子，用得着那么残忍吗？这根本就不是2个小孩，这就是2个魔头啊！怎么说？行了，我奉皇上之命就把他们带到这个地方，我就先告辞了。这就是我，一个颜色不一样的燕国，一个有点细心、兴趣爱好广泛又善于动脑的英俊酷哥，给你们的建议。谢谢娘娘们，祝娘娘们好人一生平安，我抱屈，感恩在心间。嘿嘿，走走走走走。来，给你解开哟。去尝吃的。哎呀，真是狗熊扣就是不一样。瞧把这2个小可怜饿的哟。其实你们俩要是想出宫啊，可以跟皇上通报一下的，多带些人马也不是不能出的哦。不行，一个都不能带，不然就坏了规矩。什么规矩啊？谁定的规矩啊？哎，我问你们，你们俩也不带个包袱，也不带点银票什么的，万一要采购呢？你就别跟着捣乱了。不用，路费有人管，还食宿全包。谁管？谁包食宿啊？哎，你们2个慢慢吃啊，我们一会儿就回来啦。他们总想着往宫外跑，会不会是撞邪了呀？不会，逻辑清晰，语句通顺，而且听口气，他们不单纯是出去玩，还有别的目的。这俩孩子嘴紧的跟蚌壳一样，他们要是不想说，3棍棒都打不出一个屁来。当然不能来硬的了，我们得来柔的，让他们放松警惕，主动交代。小郡王、小郡主，你们俩慢慢吃啊。是吧？是吧？嗯。要不要跟他们说实话？不讲实质是有，还不分明。要是他们把我的秘密说出去，那全皇宫就更加严防死守，我们就再也去不了武林大会了。可是你又不会武功，你忘了3天前那个人是怎么说的？说我根骨奇葩，一点就通，不用靠打，光靠这身资质，往比赛台上一让就是这个。武林盟主非我不可，没我不行，我怎么能放弃这么好的机会呢？可是九安，没什么可是的。可是夫子留给我们的功课还没写呢，我们这一出去10天半个月的回不来，等回来交不上作文，指不定要被打手板吗？你傻呀，多傻多傻，不就是个作文吗？我们出去这一趟有多少精彩等着我们，还怕没有素材让你写？等你回来以后肯定是下笔如有神，作文整个 A 加就算低分哦。说的也对，真的，什么叫我回来你不回来了？你
你说我一个武林盟主，还需要回去写作文被打手法吗？这些我根本就不关心。我的征途是星辰大海 ，no， 江湖武林。哎，燕儿呢？我金水硕，你们要不要来一个？可以叫他一起考。哎呀，我可以要一个吗？办正事儿。哎呦，小舅这小嘴吃的全是油。你们以后要是出宫啦，想吃宫里的山珍海味可就吃不到了。山珍海味早都吃腻了，就想着出去吃野味儿呢。哎呀，小朋友们，我特别理解你们的想法。曾几何时，我也觉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。哎，重点是下一句，外面的世界很无奈。为了让你们也感受一下这个无奈，我们决定要让你们亲自感受一下。哎，拖鞋，来，来，来吧，来。好了吧啊，好大家了。怎么样，怕了吧？好了吧？快说。真的很感动，我们这么顽皮，你们不仅不像别人一样嫌弃我们、责怪我们，还想让我们吃好喝好，还想给我们洗脚。洗脚？来呀，接着来呀，来呀，来呀，来呀！那我就再来吧。